水是您的吗？是我。是您的啊？不，您放这，我就说，如果是不是您的，我就拿走。这个是我，喝来。您先坐呢。各位来宾，线上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参加第67期科博沙龙活动。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清华科博正在展出画影写真、古典相机与科学摄影的诞生暨尼埃普斯勒格拉的窗外景色200周年纪念展。我们围绕这个展览还推出了一系列公共教育活动，今天这一场就是其一。在这里呢，我想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画影写真展览，欢迎朋友们来到科博观展。今天我们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刘子墨老师也在现场。好，谢谢子墨。画影写真展览依托珍贵的馆藏古典相机展品，讲述了摄影术的诞生及其之后第一个100年内的影像技术的迭代与科学图像的发展历程。摄影技术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视野范围，也重塑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更激发了人们探索浩瀚宇宙的热情。那么展览中呢，也有很多与天文相关的展品、照片，比如说这个月球的摄影不同的方式摄影，还有日食的照片等等，还有相关的叙事。那么我们今天这场科博沙龙的主题就是摄影术与光学天文观测。下面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出今天的重磅主讲嘉宾，北京天文馆研究员、天文爱好者杂志主编、原北京天文馆馆长、原北京古观象台台长朱进老师，有请大家热烈欢迎。我简单介绍一下朱进教授。朱老师曾获中国天文学会张玉哲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他1985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1991年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1991至2002年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工作，此后在北京天文馆工作，其中2002至2019年担任北京天文馆馆长、北京古观象台台长。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朱老师，有请。您的 PPT。好，谢谢林老师，特别荣幸啊，这次有机会来清华，然后跟大家这个。正好就是这个展览也刚刚简单的看了一下，觉得做的特别好那个，然后就是这展览吧，正好可以聊一聊。我觉得就是跟展览相关一点的，就是从这个一个是聊聊这个聊聊摄影本身对我们天文学的影响另外当然主要从我们光学天文的观测来说那个刚才也提到我自己其实从45年前开始上大学学天文到现在已经45年了，一直在天文圈子里。相对而言呢，以前来清华可能还做过讲座，但是给我们天文爱好者来做讲座的。然后这次我估计在座的可能多数不一定是天文爱好者，但是肯定都是因为到我们科学博物馆嘛，所以我觉得都可能对科学对艺术方面都特别感兴趣。我想可能。我自己在这个除了非天文以外的领域，其实知道特别少但是也很想利用这个机会，然后那个跟大家就是从我天文的观点，然后来看看现在这个事儿，然后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摄影跟天文的一个关系对，这个其实我这把那个展览的那个就直接 copy 过来了，就大家看到就是这里其实提到了这个摄影的这个
摄影的重要性吧，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说因为从这个展览大家也正好可以说，我其实以前也没仔细的那个，昨天晚上还做点功课，然后稍微问了问那个 AI 啊，就是200年前开始有第一张就是咱们在那儿看到的那张照片啊，那个所以呢就是这其实对，这右边都是我从 AI 我问豆包这个问的啊，但是不一定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他可能瞎说，但是看上去还基本靠谱，我觉得。所以就是这个摄影，它其实对，无论是对我们整个人类去认识这个世界，就是特别是传播啊，特别跟传播有关，特别重要。其实对我们天文学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天文学科本身，因为我们关注的是更远的东西，对吧？我们一般不太关注跟前儿的东西，就是地球以外的啊，更遥远的，往往可能跟我们人们没什么关系。所以就是作为观测来讲，它的这个记录其实更加的重要啊，记录更加，所以就是摄影的这个摄影术的出现，其实我认为对天文学的这个研究整个学科的推动是极其重要的。在这之前，当然是400年前的时候，望远镜的出现，对吧？当时是1608年，就是有人造出来望远镜啊，09年马上伽利略就开始。一听说这事儿，他自己就弄了一个望远镜啊，有一折射镜，然后咱们那里面是不是也有望远镜的那个，对吧？舱面，然后他就开始拿它，比如先看太阳啊，然后看月亮啊，然后再看，比如说那个仙女座大星云啊，就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啊，看行星什么的。这样的话呢，望远镜对我们天文学的发展肯定是极其重要。但是呢，早期有望远镜，大家仍然还是拿肉眼直接通过望远镜来观测，就跟我们照相这个相关的其实是我们的看，对吧？跟我们相机相关的其实是我们的人眼的这个视网膜，这仍然你还是拿眼睛看。所以一直到200年前开始有了就是照相的，最开始大家这个我不多介绍了，这个因为一个我不懂，另外就是这个展览有特别好的介绍，所以大家可以从这儿看。但是呢，就是说有了它以后，大概是在1840年左右啊，1839、1846年左右开始就是用到这个天体的观测上啊，然后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发展到现在啊。今天主要是讲这些东西，当然这里就其实说了好多这个意义。我看看这个啊，对，最早的大概从1840年开始拍啊，然后拍恒星是1850年啊，拍织女星，因为是我们肉眼看基本上最亮啊，还有天堂是最亮的。然后51年拍到日全食啊，然后呢，到1880年，这就又过了40年以后，就开始拍深空。这些深空的，一般来讲就是要和望远镜结合啊。就我们这个，不简单的是一个相机，我要把这相机搁在望远镜后面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我自己其实是做这个专业研究领域叫太阳系小天体啊。我其实在国家天文台工作的时候做过好多年的小行星啊。这个小行星第一颗小行星是1801年的元旦发现的，当时呢还没有这个照相的技术，对吧？所以当时呢，皮亚奇当时还是拿肉眼这个，所以最早的时候那个当没有照相技术，其实包括比如说我们对天上这个，大家因为你抬头就能看见天上有星星，对吧？那我要想给它记录下来，这样说什么事？我首先得早期不会的时候，我就得画，对吧？我总得画一个星图啊，有各种各样的星图。然后呢，就是它呢，其实就是通过望远镜在肉眼来看的时候，当时这说来话长，有好多故事，不多说了。反正结论就是当时其实大家猜可能在火星跟木星轨道之间就应该有一个东西在绕太阳转啊，当时没发现。最后呢，他们就几个人就一直沿着黄道带，因为如果是这样东西绕太阳转，当时猜它应该在黄道带上，所以当时他们几个人就在那找，最后真的拿眼睛看到有一东西在恒星背景上移动啊，所以给它画出来了啊，就通过这个发现了啊，但是呢，其实当时就是又过了40年，其实在真正的这个天文学家才开始真正的用这个类似照相的技术来做天文观测发现。但是从那以后，所以早期的小行星的发现都特别少，前些年就是每年1颗吧，平均每年1颗哈，所以发现那些早期发现小行星的，当时基本上就直接庭院式了，就是这种的。但是到后面1840年以后，慢慢小行星发现越来越多啊，最后就到现在已经发现了好几百万颗的小行星了，而且未来我估计在非常近的将来，就几年以后，小行星的发现可能就得就是得要是千万量级的，我后面会提到那个，这也是得意现在最厉害的这个
望远镜的这个发展。然后就稍微的说一下这个照相吧，就我们其实都知道，就是说跟照相有关的其实有3个不同的英文词吧，一个叫 picture 啊，以前我们最早就是你可以说 take a picture， 如果你想拍一张照片的话，对吧？但是这个 picture 呢，实际上就是说，这我自己不是那么严格的说啊，就大家稍微的区分一下，就是它其实就是一张画，简单的说啊，早期画画其实也可以说一个 picture， 然后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叫照片啊，叫 photo 啊。然后我们天文学，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我们其实都叫 image， 这个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刚才我看那个展览就在想这个事儿，就是你看最早那个他们开始那个蓝晒什么的拍的那个东西，早期的时候呢，它就像我们的一个就类似素描，就我拿铅笔来画画的话，那这铅笔画画的话，还不太对啊，就不铅笔画其实还有点复杂。就最早的你可以画一个线条图啊，这个图像是黑白的，而且它除了黑就是白，那个黑就是黑白，它就是0和1啊，然后构成了一个，如果你给它数字化，它就是一个点阵啊，一个点阵。那么实际上铅笔还不太一样，因为你可以在那儿玩命的画，它会有更黑和黑。就实际上，那个蓝晒那个东西，我感觉它其实是一个最早的那个照相，其实它就是01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但是呢，你仍然能感觉有的地儿更深一些，有的地儿更浅一些。为什么呢？就是说它是用密度来替代了它的灰度啊。当我们说灰度，就每一个点上不是0和1啊，它其实有比如0到1024或者是多少啊？是2的4方嘛。我们现在如果数字化的都这样，就说它其实每一个点它也有一个黑和更黑的那个区别啊，就是它。但是如果你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没办法在每一个点上有那个0和1之外的数，就是你层次多了以后呢，朱老师，我们前面你得跟那个话筒连。啊，对，不好意思，我坐在那个，对，不好意思。然后就是说，早期其实它是拿密度来替代灰度的。我们就每一点如果有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灰度或者叫强度。如果因为要涉及到我后面要讲那个天文里面的这些这些好看的照片，我要先给大家介绍一点这个背景啊，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即使是黑白的东西，你仍然是有可能给你感觉到不一样。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啊，所以就是我觉得照片就是有点不太。但是当我们说 image 说图像的时候，其实我的理解它更像是一个3维的东西，就是我们在每一个点上它其实有东西了。当然这图像本身它也有黑白的图像和彩色的图像。那彩色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对彩色理解就是说它肯定是什么红绿蓝，就是3个不同的颜色，3原色以后它不同的比例啊，就是红绿蓝这3种颜色不同的比例，然后来配出一个特定的一个色彩。我们眼睛能看到，我们大家现在看到其实都是天上这所有的东西都有颜色，对吧？这个颜色实际上，简单的理解可以认为是它们振动的，就是光线打到它上面，然后从它这出来以后，它改变了光子振动的频率啊。不同的颜色对应的是一个光子振动的一个频率啊，然后到我们视网膜上以后，我们判断出一个颜色来。那么这里头呢，就是说，因为照相本身肯定是，如果真的大家可以想象，想当年最开始那些照肯定都是拍人，对吧？就是我们第一直觉就是拍人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就是再拍一些比如花花草草的什么这些东西啊，这都是就是你可以理解的。那我们天文学呢，其实因为我们关注的东西不一样啊，我们天文学我前面其实说了，我们其实关注的是除了人和地球之外的，就是更遥远的啊，更遥远的跟人没关系、跟地球也没关系的东西。所以就是说，我们总会仰望星空啊，然后所以你也会拍星空，包括星空实际上这说的就多了啊，就是所有的整个的我们各种各样的宇宙里面所有东西啊，除了地球以外，我们都在观测啊，所以那么这些里面呢，其实你仔细想的话，这里会不一样啊，其实会有一些不一样。我其实愿意稍微的比较一下这个不同啊。那么就是说，早期如果从我们天文来讲，其实我们首先的关注的其实是记录，我要把我看到的东西，或者甚至我没看到的东西，我要把它就是说发生的这些事情，我要给它客观的记录下来，这个特别关键。我觉得这个和我们照相并不完全一样。大家这个拍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肯定有的时候，你看后面这些照片，其实它有打光，对吧？它为了那个什么，它会打光，然后会那个，然后通过这个光线在人脸上反射，然后不同的层次，然后如果是好的这个艺术家或者好的这个
摄影的摄影家，就是他其实比如说他会琢磨怎么运用这个光线啊，甚至可能我们去照相馆看到他会专门打灯，甚至不是一个灯啊，还会就是说这些他有好多一堆的这个事儿啊，然后这样的话让这个画面出来，比如说更好看啊，或者更漂亮，或者等等啊，这有一堆的东西。但是作为我们天文来讲呢，其实它就有点不一样啊。首先，因为我们关注的这东西太远了，就你根本没办法给它打光啊，我没办法去给它照亮啊。当然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可能会它确实可能一个平常我们看不到的现象，由于本身的天体本身的这个，我们拍的都是自己发光的东西啊，可以这么说，或者说，比如你看月亮也是因为太阳光照上去以后，但是远处的东西呢，就是绝大多数时候，其实我们需要靠它自己的那个发出来的这个光子，对我去把它记录下来。通过这个记录，当然我们通过这个记录以后，我需要不是简单的记录，我们并不只是看到这个照片好看。那通过，因为你看那儿还提到，比如以前那个侦探，他也会拿照片记录什么东西，就是他从照片里他也会分析啊，他还会从这照片里去看不同的关系，对吧？这里面可能有什么事儿，他去推理东西。那对我们来讲更是这样，就是我们记录下来以后，记录不管是一个特殊的天体或者一个特殊的天文现象，那我要通过测量啊，我通过测量，比如我做小行星，那我就首先我看到小行星，我通过它在星空背景上的这个位置，我去量，我去测它的一个位置，那通过它不同时间的位置，我去算它的轨道，对吧？通过这种轨道，我再算这个小行星是不是我们太阳系里面就是绕太阳转呢，还是它可能是来自太阳系以外的，从银河系别的地方来的，对吧？我们叫恒星系小天体啊，现在已经发现3个了。那么所以呢，就是有了这个照片以后啊，有了记录以后呢，我们需要去测量啊。当然这里面其实作为天文学，我们更强调的可能还应该是它的客观性啊，客观性。这个特别那个啊，这其实是我在那个青海，这底下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一个13.7米的毫米波的望远镜，但是上面拍的，你看那个就是银河啊，就是晚上如果大家再过2个月，如果大家晚上那个天晴的话，在我们北京稍微的远一点啊，开车1-2个小时的地方，你就能肉眼能看到这种像天上像云一样啊。想当年我第一次去兴隆，当年我还说呢，我说怎么起云了，还跟他们被人家嘲笑了一把啊。其实不是云啊，这是银河，这是一个天上好多恒星的那么一个东西啊。当然这些东西，当然你拿啊，对，这个灯如果关了才会好得多。那个就是因为我很多照片都会能够把前面的灯关了最好。对，它会效果就会好得多。谢谢。那么我刚才说了，其实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个天文学家，我们以前的观测工具其实就是人眼啊。后来当然有望远镜呢，它的这个后面最早是人眼通过望远镜，然后呢就是相机啊。有了相机以后，那最早就是胶片相机，大家在那看，胶片相机本身它有感光的问题，有显影定影的问题，这中间有好多事儿啊。最早，像那个其实天文学界就比较有名的是那个欧洲南方天文台啊，曾经在1972年到1980年期间，在那个1980几年的时候，曾经在那个就是南方啊，在智利那边拉塞纳那个地方，然后就是做了一个叫 UK 施密特巡天啊，就是拿那个它那个照相机比我们相机胶卷还是要更大，是一个大的方板啊，大的方板，然后呢，大概什么30×30啊什么的。以前我们那个北京天文台那施密特望远镜，其实最早也有那个啊，那底盘要敏化什么的，那都是我到天文台之前，就是前辈们那个在用的啊。想当年还有一些什么科大公司什么做的，当年那个命名小行星的时候，当年就我们一般不命名公司啊，所以那个后来柯达我记得好像当时还讨论过，就是因为他给天文界做了特别大贡献，天文的那老的那些底盘，比如从现在算应该在70年，我觉得60-70年前，他们当时就拍过啊，包括特别是南天呐，就是那个星空。那我们现在再拍，隔了50年以上你再拍，你会发现那些恒星背景实际上它是有变化的。我们肉眼虽然看，你看北斗七星老是勺的，实际上你如果是观测精度特别的高的话，你其实是知道，虽然因为他们离我们很远，其实它运动速度很快，你能看到它的这个运动啊，或者你看到它的亮度变化啊，或者看到比如说现在我们发现一颗小行星，这小行星有可能对我们地球有我们叫潜在危险小行星啊。如果它个儿比较大，那我现在倒推回去，我甚至可以在70年前的照相的底片上能够找到啊，因为我能算回去到那个时候它在哪儿。你到那正好那会儿有人出那儿拍过，你会看到当年
啊，它就在上面划了一个小道啊，因为以前照相观测它曝光时间比较长，这个东西都会划出道来啊，都是一道一道的。那我们现在能找到它，找到它以后，当然我一下就能把我的观测时间跨度一下变成从现在比如几个月一下变成几十年啊，那这样的话，它的轨道就会定得特别特别准，我们马上就能知道啊。以前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说，哎，有可能这小行星过些年要撞我们，后来发现，哎，我找到了以前的观测，然后更准了以后，我就发现它撞不了我们了。所以这个照相底片啊，这是想当年，当然现在就是都进入数码了，大家是相机也很难，现在很少有人还拿胶片相机，所以都拿数码相机。这个当然就不一样，其实胶片相机有它的特点啊，就是其实和我们的数码相机比，还是虽然现在数码相机当然很厉害了，你那个分辨率越来越高，对吧？因为包括以前老的底片，我们也需要给它做数字化啊，我们去给它扫描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前拍的照片，我可以很好的给它保存下来啊，否则的话就是说，这里面实际上你会发现，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个其实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一个是我要记录下来啊，记录下来以后一个就是你要给它保存啊，很好的保存下来啊，然后保存下来以后，那我还有很多的研究，包括对单张照片的研究，包括对不同时间拍的这个照片的研究等等等等，就一列的事儿。那么现在呢，天文观测其实也不光是现在啊，其实从几十年前开始，就是后来就发展就不是用就进入数码时代以后啊。那我们以前像我30年前在那个国家天文台的时候，当时做小行星的发现啊，包括我们在做别的这个巡天观测什么，我们就开始用 CCD 啊，当时是在国内比较早的把 CCD 用在施密特这种折反射式的望远镜这种系统，它有比较大的市场啊，它相对来讲比较大的市场，比起那个折射和反射望远镜。那折反射式的望远镜呢，就是我们把 CCD 用在上面以后，当年我记得我们那会儿拍了，我们说是世界上第一张月亮的 CCD 照片，就拿 CCD，因为在我们之前呢，国外其实更早就开始，70年代应该就开始，或者更早一点就开始有 CCD 用在天文望远镜，但是那会儿的望远镜一般他们都用的都是反射式的望远镜啊，就是都是市场特别小的，就没有一块 CCD 能够和望远镜配合以后能拍出一张那个月亮的照片。但是我们那个系统正好就是当时我们是1度的市场，一个60-90公分的一个施密特系统，所以当时陈天生院士那会儿就想，他那会儿就是一直要做大市场的巡天嘛，所以觉得 CCD 效率又特别高，所以我们最早大概在1994年前后开始把 CCD 放在那个施密特后面啊，所以当年拍那月亮照片很难拍，因为月亮太亮了。我们当时为了拍月亮照片，把我们那个天窗就关了一个特别天窗就露了一小缝儿，然后就拍了一张月亮的一张 CCD 的照片啊，想当年就。然后现在当然大家我们现在的摄像机和相机那个探测器现在很多可能是 CMOS 的啊，就是这个包括现在专业的里面现在有时候也用，因为它可以支持特别短的曝光啊，可以特别快的曝光，但是呢 CCD 本身相对来讲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制冷了以后啊，它的稳定性啊什么各方面噪声就会更低，反正是不一样。就目前大望远镜可能特别专业的大的天文望远镜可能还是用 CCD 的比较多啊，但是也有现在开始用 CMOS。然后在我们天文爱好者现在也很厉害，我们现在接在望远镜后面的这些那个探测器啊，这好多也都是很多都是 CMOS 的啊，这是。那么当然这些东西，因为它就相当于我们相机里的那个感光的那个地方，就像我们以前的底片一样啊，就前面就相机的镜头，对我们天文来讲，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肯定前面是接了一个望远镜的啊，特别是我们的光学观测，或者是黄外望远镜或者光学望远镜，这都是直接就像相机一样，我前面有一镜头，我把那镜头换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焦距特别长的啊，口径特别大的啊，特别粗的这么一个望远镜，然后我把这个 CCD 啊，或者把我们的相机，你也可以把相机的镜头拧下来，把相机直接安到那个望远镜后面啊拍，或者我们现在当然更专业一点的，都还是就是有专门的我们的探测器啊，接在望远镜后面拍。那么这个望远镜呢，现在就是如果大的分类就是除了光学红外，其实大家可能听的很多，还有射电望远镜，还有其他的各个波段的望远镜。但是很多波段因为受到地球大气影响，我们没办法在地面，所以别的望远镜，好多望远镜都是在这个就是大气外的啊，就是在我们叫空间天文台啊，就是在
但是呢，就是说，而且呢，就是真正的跟我们肉眼的这种照相更直接的，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光学和红外波段的这种望远镜。我们直接你看见这东西我就拍，就是拍出来这东西。你像射电望远镜，我们中国天眼啊，大家知道也是特别厉害，但是就是天眼其实它并不是你天眼你也能看到它拍出好的照片，但这些照片不是它真拍出来的啊，它只是接收天体发出来的相当于无线电信号啊，在射电波段的信号，特定波段的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我收到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信号，我需要把它做变换，做傅里叶变换呀，或者其他东西，我才能得到一张图啊。所以对射电望远镜来讲，它并不能真的直接看到啊天上这张，比如一个射电源它的这个结构什么的，它做不到啊。它其实是接收的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一个信号强度啊，它更像是听啊，更像是听东西啊。那么通过它呢，通过傅里叶变换以后，我得到一张图啊，这张图才是更接近我们眼睛看到的啊这个东西。所以这里面呢，主要我今天说的基本上就都是还是就是讲光学望远镜啊，光学望远镜。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我这里写了几个，对望远镜来讲，就是说最简单的，我就可以测一个天体测量嘛，测位置。比如我拍一张照片，我拍出小行星在哪儿啊？所以在这张照片里，我只是需要知道它跟周围恒星背景的相对位置。我要测它位置嘛，我就要根据已知恒星的位置把它位置测出来。所以我拍这张图的时候，我并不太在乎我拍的这个亮度啊好不好啊什么的啊，所以这个没关系。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要测光观测，我要知道这个天体它的这个亮度随时间怎么变化的啊，我要跟周围的恒星比啊什么的。这种情况下呢，但是最早以前测光还有就是光电倍增管，就相当于一个点的测啊。我们现在都是 CAD 啊，一般都是这样测。那这个测光以后呢，所以它就对为什么要用 CAD 用那个就是以前那个胶片，就它一个有效率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我们叫线性啊，就是它的这个随着时间的积累，你比如我时间积累1倍，是不是打到上面光子就会增加1倍？其实不一定，因为它有那个 CAD， 它是把光子转成模拟的信号，再转成电子啊，所以还要读出来，所以这个转换是不是线性的很关键啊，对我们来讲，所以这就等于是我们天文学对我们的相机的要求就有很多，那就特别多，还有包括我前面说的那个。我们叫动态范围啊，同一个点上你能容纳多少个不同的数啊？因为你超过你最高的数以后，它就饱和了，所以这个动态范围对我们也很关系，所以也很关键。所以对我们天文学来讲，我自己当年在天文台的时候，中间也花了几年，就是一直在做那个 CAD 的光学测光的事啊。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也对天文学来讲，当我们需要特别高的测量精度的时候，那对这个 CCD 啊。的要求就会变得特别的高啊，所以它有不同的东西，跟我们这个平常拍的那个也不太一样。当然，我现在拿我们的数码相机也能够拍，你也有可能拍到特别好玩的东西啊。这种天文学特点，比如说有可能现在突然出现一个特别奇怪的天体或者特别奇怪的天文现象，那这个天体和天文现象本身它不一定很暗，它可能很亮，或者亮到我肉眼就能看见啊。当然，这个现象本身因为站在一个天文学的一个时间尺度上。可能这个现象可能，比如说1000年才会有一次，才会发生。可能今天晚上就会发生就会出现一个特别奇怪的天文现象。这它很亮，但是因为它1000年平均1000年才出一次啊，上一次可能几百年前有，那会儿还没有照相时代呢啊，而且那会儿人也没有那么多人天天没事往天上看，所以就有可能我随便就拿我的手机拍一个东西，都有可能你记录下来了一个就是从来没有过的，谁天文学家也从来没见过的事儿啊，所以这种事儿其实是有可能。对我们天文学，就说我们当然是我今天后面讲可能都是比较厉害的大的望远镜，其实很多时候也不一定啊，它还有一个时间上的积累啊，除了你在这个曝光时间上的积累，还有时间积累。特别是我们现在做实际天文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经常冒出来一些奇怪的东西，或者奇怪的事儿啊，所以那当然是发生在天上，不是在我们身边。那么这些事儿呢，就是你给它记录下来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比如晚上就随便说一句，比如现在我们今天晚上，假如说晴天的话，假如我们晚上出去抬头你往天上看，你看天上闪了一下。那么这闪了一下，其实它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它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就是这闪了一下，它可能就是天上现在可能就是一风筝，比如说啊，以前因为我们现在风筝可能就会发光啊，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刚开始还老有人问我说天上他们放风筝，就最开始有发光风筝的那媒体采访我，就北京天文馆上就老问是不是外星人来了，是不是 UFO 什么的，但我就说肯定不是啊，你一看。那不放风筝嘛，对吧？但是就是这种样又有好多别的事儿。但是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风筝，对吧？可能是个萤火虫啊，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望远镜里，以前我拍到过，遇到过啊。我第一次有一年在美国拍那个就拍星啊，冬天的时候天特别冷，3月份，然后当时一萤火虫当时没看，当时我以为，因为它是闪了一下以后，马上在这儿又闪了一下，因为它离我很近，所以它那个就是小距离很大嘛。但当时我看它闪一下，我的直觉是卫星的闪光啊，人造天体的闪光。因为当我比较多的时候，我在拍这样的东西啊，比如拍中国空间站什么的，那我的感觉，如果是人造天体，它离我可能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几百公里的一个事儿。那几百公里一个事儿，它第一个瞬间在这儿，第二瞬间在这儿。如果它离我几百公里，那这么算你就算它线速度就会特别大的。当时我就是怎么说呢，就头发都立起来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头皮一紧的感觉啊。就是我没想到，就是我能看到这么快的东西，太快了。就后来，当然后来赶紧我要拍别的东西，马上把相机转过来就在这拍嘛。后来最后我后来发现，因为我看到后面看到有萤火虫，我没想到那么冷的天有萤火虫啊，所以后来我知道萤火虫就比较好解释了，因为它离我很近嘛。晚上我虽然不知道它离我有多远，但是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但是除了萤火虫，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个卫星的闪光。当你看到天上闪一下，它可能是因为离你大概几百公里啊，几百公里到一般来讲几百公里啊，或者说是几千公里，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更远的东西啊，比如说就是一个某种特殊的一个天文现象啊，离我们可能有就是恒星量级的，但是那种天文现象一般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几千亿、几千万亿公里什么的这样的东西，就是说它一般可能不太会闪一下啊，就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慢慢的随时间的一个量的变化的啊。但是呢，它其实理论上它是有可能是一个几十亿年前的，就是离我们几十亿光年远啊。我们说光年就是光子在1年走的距离啊。如果是几十亿年前的一个事儿的话，那么它闪了一下啊，宇宙中某个地方因为某种特殊现象，比如说伽马射线暴，它激发的它的周围介质产生的光学的上面的一个闪光啊。那么这个闪光呢，它可能会，它还是平滑反比的在衰减啊。随着时间，随着它传播的路越来越长，它的亮度会不断的衰减。你想，它会衰减几十亿年啊，然后经过几十亿光年的这个路程，然后到达我们视网膜的时候，它仍然可能是我们能看到啊，可能。所以这个闪光，当你看到一个很微弱的闪光，这闪光理论上它可能是一个几十亿年前的一个某种天文现象啊产生的一个闪光啊。当然，如果我拿相机拍的话，你也有可能拍到它啊。当然，这种事儿就我说的，可能百年不遇的，你不会老遇到这种事儿。当然，我们以前也遇到过。当然，这个闪光本身你要算能量，当然这能量会特别强啊。这是这个。那光谱呢，也是我们现在大家可能也都知道。然后我们清华大学那个，大家看那个开始那个 MAST 啊，MAST 就是做光谱的啊，光谱。而且我们国家现在郭守敬望远镜啊，在兴隆那个河北兴隆，郭守敬望远镜本身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厉害的啊，大市场、大面积的那个多光谱巡天啊，它拍相当于拍一张照片，可以拍出四千个天体的光谱。光谱什么概念？大家也都知道，就我们拿那个棱镜，对吧？你把太阳光拿棱镜一下，它就会散出来红橙黄绿青蓝紫，散出一个彩色的条来啊。你会发现，那对天上的其他天体也都一样。我们肉眼看到的，你能看到的天上星星，如果恒星的话，它本身就像太阳一样自己发光，对吧？如果是小行星、行星，它是反射太阳光。啊，它一样，反正都是这种光，这种光线通过棱镜散开以后，它就会踩出一张彩色的条。那么，如果以前最早拍光谱，我们都是每次拍一个目标啊，我对着这个目标，然后我通过一个棱镜，然后把它的光谱散开以后，我把这条这条光谱信息放到我的底片上，那我就再去测量，对吧？不同地方对应的不同的波长啊，我可以把它，然后它上面有亮度。然后这样测光谱，那现在这种像 MAST 这样，它同时 MAST 我不知道肯定不止4000个了，应该啊，2万个是吗？对，太厉害了，是不是现在仍然是最多的是吗？现在不知道，对，所以你想，它相当于一个照相底下，当然它是 CCD 一个把面啊，估计一个很大的 CCD 或者拼起来的，那么它会2万个目标，每个目标。啊，它应该是拿光纤把这2万个都接在特定的不同的地方，然后每一个都是这样的啊。我通过这光谱测量的好处呢，就是说我天体测量是知道它的位置啊，我知道它相对于恒星背景在哪儿。那我有很多位置，我可以把它轨道算出来，它绕太阳是怎么走的啊，或者是比如也有绕地球转的。那测光呢，我能知道
这个圆它的亮度随着时间怎么变化。那这如果对小行星来讲，它的亮度变化主要可能是它自转造成的啊，它的离我们近。那恒星就不一样啊，它光度它的光变我们叫变星啊，那么它的亮度变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有很多不同的原因。那光谱呢，通过光谱其实我们就能基本上能知道它的物理性质啊，我能知道到底它是什么东西，或者这个现象对应的到底是什么现象，它是什么物理过程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拍光谱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当然都跟我们照相机有关啊。当然我说的照相，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展览说的是200年前有了这个照相摄影术以后的前100年的事儿啊。我现在说的基本上是现在的啊，最近没有100年吧？我想想啊，最近大概也有50多年的啊，这后面的100年的事儿啊，后面100年的事儿跟天上的事儿。但当然刚才我其实强调的，其实就我们关注的其实不是那个人和花花草草啊，我们看的是天上的事儿，是更远的事儿。但是这个这其实是极光啊，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那个就拿手机拍的啊，这手机拍的，这其实是我们也在芝加哥拍的啊，跟北京一个纬度，什么概念呢？这张照片就是我别的讲座里用的，我其实想说的就是我们在北京仍然可能看到漫天的极光啊，彩色的极光，这是有可能的，只是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极光是在2级，但实际上在北京，我们在北京能看到极光，那平均每年能有1-2次的机会啊，平均有1-2次的机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都是在就是北边低空的那个粉色的啊，基本上拍的都是这样啊，偶尔有些光柱子在那个地方。真正的你能看到漫天的，就像这个，我看后面是不是有？对，就类似这样的，这是在2级拍的，当然，但实际上在北京我们是有可能拍到这样的，所以大家那个手机也要拿着，这个有时候会拍到这个极光。然后我们天文学里，这是我们天文学最厉害的一个望远镜啊之一啊，现在几乎啊，我觉得。从能力上讲，这肯定这就是詹姆斯韦布望远镜，这是哈勃望远镜的那个原来想接替啊，现在一个很厉害，口径6米的一个红外波段的一个望远镜，现在它是放到日地系统的一个拉格朗日点，离我们大概150万公里的地方，造价5亿美金啊，然后这帮人就一直在割啊，一直在拖了好多年啊，最后花了100亿美金把它造出来啊，超预算20倍。然后造出来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当然很厉害啊，这个东西很厉害，因为这只是前头啊，就是它的探测器也很厉害，它有红外相机啊，给大家看一眼，就是，但是你看这照片，你看上去就很没意思，就是这照片拍上去就跟我们现在随便我拿一个手机往天上找着那个什么织女星拍一下，可能也就这样啊，就你看上去都很土啊，但是这照片其实很重要，这拍的其实是。宇宙特别早的时候啊，大概宇宙只有几亿岁的时候，当时就的一些东西，当然它是用引力透镜啊、微引力透镜什么的就放大了以后，就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但是拍了好多，最开始发了6个，后来就发现好多啊，就是宇宙早期的时候有些特别那个特别大质量的星系啊什么的，所以这都很怪异的事儿，就是我们拍照片儿。所以我们天文学拍照片不是看它那个漂不漂亮，我觉得只是一方面啊，更重要的还是它背后对应的是怎么回事啊？这会让我们知道，他会想，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什么，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宇宙起源什么这个大爆炸的理论，包括我们现在对暗物质的理解等等，它都会，就是所有的这些新的这些东西出来，这个观测结果出来以后，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时候它会解决我们的一些疑问啊，但是更多的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啊，这肯定是啊。右面也是哈勃拍的啊，在宇宙大概30亿年，大概20亿年，很早的时候，那个星系都已经开始有那个像有棒一样的，这是那个。那么这些照片里面，就是当你看天文照，大家可能脑子里一想，肯定想的是哈勃啊，因为哈勃做，我觉得他们做那个传播也做的特别认真啊，就是拍了很多那个漂亮的星系、星云、星团的照片，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就是真彩色和伪彩色的问题啊，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其实所谓真彩色就是我们基本上跟肉眼看到，我看看啊，对，这是我前2天那个前天晚上在海南拍的，就是我们那个长六甲火箭啊，长六甲火箭发射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它是有粉色的，后面有大范围的粉，底下是一个灯啊，有点影响。那么就是
这个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真彩色，就是它和我们肉眼看到的颜色基本上一样，只是说当时因为天气没有那么好，当时天气没有那么好啊，所以这个我们当时就不太能够感觉到这个粉色，但是实际上如果当时天足够好，就是或者我眼神足够好的话，其实你是能看到跟我拍到的是一样的东西的，所以这个颜色就是真实的我们视网膜的那个就是人眼感受的真实的一个颜色啊，它粉颜色当然对应的是不同的，比如说不同的离子或者什么的。如果看恒星不同的颜色，对应的不同的温度等等，它都对应的是不同的物理上的这个原因啊，它是这种的。比如说这是哈勃的，这哈勃拍的照片啊，这实际上就是但是我们天文学是这样，因为现在其实也有那个彩色相机，但是天文学因为我们往往需要去测量，如果它是彩色的以后呢，实际上它会给我们，如果是彩色照片的话，你要想测量它的亮度等等实际上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就是你很难测得特别准。所以我们天文学实际上拍都是黑白的可以说绝大部分我们专业的天文学家，专业天文望远镜我们拍的照片其实都是单色的照片，都是黑白的照片。但是呢，它跟我们现在说的黑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说的黑白是你把彩色给滤掉了，或者是比如说你眼神特别差，你这个彩色你看不出来的是黑白。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就除了这个望远镜，除了这个相机以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我们叫滤光片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会搁个滤光片，我们会把特定颜色的光让它透过来我们对应的天体它可能在很多很多颜色上都有不同的那个，它是把各种你可以理解成它是在一个就跟那个太阳光一样，太阳光当你用棱镜把它散射出来，红橙黄绿青蓝紫，你看着它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好多不同颜色光组成这话说的好像有点问题但是就是当你拿一个滤光片的话，我可以选择把特定颜色的光给它滤过来特定波长范围的可能是一个窄的，也可能是一个宽的不同的。那么所以我们拍照片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就很可能会选择在一个特别特定的波长附近一个窄带的一个滤光片，比如我就拍红颜色或者我就拍绿颜色或者就拍蓝色。那么我把3个不同的颜色，我红绿蓝我分别拍出来以后，我再把这3张照片给它合成就3张照片我拍，比如我的相机都是一样，比如都是1024×768或者现在都厉害了，比如说4000×4000比如说那每一个点这3张照片都是3个4000×4000上，那每一个点，比如第5行第5列，那每个照片一个点，我把这3个点按照红绿蓝合成的一个比例，我给红，比如多少给它多少给它多少给它，然后我再算，我再合成出来一个颜色然后再给它做出来。所以当你看到的这样的照片呢，实际上这种照片呢，其实早期我记得我们是把它叫做真彩色的照片的真彩色。现在有的时候，我后面会稍微提一下，有的时候可能你更严格的说，也许应该叫假彩色。但是我们早期是把这样的照片，为什么叫真彩色呢？就是说它实际上不同的颜色，它对应的是不同的物理上的原因它对应了你看到的不同颜色，其实它一定对应的是物理上，而不是简单的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伪彩色哪儿去了？就是假彩色还有一种叫不叫假色，咱不说假彩，就是伪彩色。早期呢，伪彩色是什么概念呢？伪彩色实际上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黑白照片一个灰度图但是呢，它每一点它的那个它是有灰度的每点有灰度。那我直接把这个不同的灰度对应成一个不同的灰度范围，我给它一个颜色比如说这个特别暗的，我就叫黑的特别特别亮的，比如我叫红的或者怎么样的，就这只是一个人为的对应，我们把它叫调色板那么我只要是定义一个调色板，我定义，因为我前面说了，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我那个 CAD 上，其实我每一个点是一个数我每一点是一个数，一张照片就是一个点阵比如说6000×4000的，我现在呢用那相机是6000×4000一个点阵，每个点阵上有一个点，这点是一个数。那么这个数呢，我可以定义这个数，比如说如果这个数最多是1000的话1024，比如说我就可以说比如说0到100，我给它一个颜色100到200定义颜色，200到300定义颜色，然后我就把这个严格的按照这个数
和这个颜色的转换，我就可以把一个黑白照片处理成一个彩色照片。但是你注意，这个彩色照片其实它就是我们所谓的伪彩色的照片，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里面它只是一个不同颜色对应的，只是它的一个亮度啊，只是它当时一个亮度。不同的亮度其实它是有很多因素，它并不是物理原因啊，它很多时候它更亮和亮和暗本身，因为它跟你拍摄的好多因素都有关。我随便改一个什么拍摄的参数或者什么，我一改。或者是什么白平衡或者哪儿一调，其实它的那个什么强度就变了，强度变了以后呢，颜色就变了，所以它不同的颜色反映强度的时候，这不同颜色其实它不像那个真彩色的照片，它能够反映它的物理上的这些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把它叫伪彩色。那假彩色是什么呢？我是昨天我以前都不太那个啊，就昨天又看了一下，就假彩色其实就是说我们是。如果我想模拟人眼的情况的话啊，这张照片我人眼看肯定看不见，因为一个是它在对应天上特别小一点，另外它太暗了啊。但是呢，就是当我用红、绿、蓝3个波段去拍它的时候，我合成的时候呢，这个比例我给红多少，绿多少，蓝多少，这个比例呢，我可以去调它啊，我可以人为的调啊，这纯人为的调。调的时候我不一定是按照。就调的时候我就可以按，比如这张照片，它调的我就按照好看来调，我调出来我觉得哪个颜色好看就完了啊，这没关系，你只要我保证我对这照片上所有的点我都是按同一个标准来的，这么调就调完了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怎么能够调成跟我人眼一样啊？这实际上是一个。实际上这句话有问题，就我们人眼之所以能看见不同的颜色，其实。它就有一个我们叫颜色响应曲线啊，不同的这个我们人眼对不同的红、绿、蓝的这个响应不一样。但是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它有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眼对颜色的响应是不一样的啊。虽然大家看到的，比如这是红色，大家所有人看都是红色啊，但是实际上就我们真正脑子里反映出来那红色，如果拿脑子里我能去算它的话，你发现可能我们每个人可能是有差异的啊，就是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对颜色的响应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到底谁的才算真正的人眼的响应？这个当然我可以取平均啊，可以操作啊。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理论上我要愿意的话，我可以把它大致模拟成人眼的情况。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现在的人眼比现在好，比如比现在好1亿倍啊，假如我人眼比现在好1亿倍，然后我真的能。就透过那个，我就能做一针孔啊，就是做一特别小的管子，我把别的它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屏蔽掉，我只看天上这一个点，那我就有可能看到和我拍到是一样的东西，这有可能啊，就真的看到这样。当然是你不能真的看，因为如果人眼正好1亿倍，天上这个东西都太亮了，你眼睛肯定是给你弄瞎了，对吧？你这太强了，就即使我们给它取了对数，它也仍然是太强悍了。所以呢，就是天上我不可能这么大眼睛。全天100多的市场去看到比现在暗1亿倍啊，这不可能的事儿。这我们人眼的这个动态范围没那么大啊，这个肯定这光子把我们的视网膜也弄瞎了。所以呢，就是大家注意，就是这张照片，当然这张照片调它完全可以按照就是自己定义一个颜色响应曲线啊，我去调它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真彩色照片啊，真彩色照片。然后但是呢，我甚至因为它红绿蓝就是3原色合成彩色这个逻辑呢，我可以把它推广到不同的波段，就甚至我可以都不是光学，就我不是非得是红绿蓝啊，我可能有一个是光学的照片，有一个甚至是红外的，或者我3个都是红外的波段，或者有一个红外的，有一个 X 光的照片啊，有一个什么照片，我只要是3个不同颜色，我不管它是不是红绿蓝啊，实际上肯定不是红绿蓝，我就可以按照人为的我就给它设一个比例，我按照这3原色的合成，我把它合成出一张彩色照片。那这样的彩色照片呢，你就可以把它叫假彩色啊。但是这个假彩照片，它仍然也反映的是不同颜色，反映的是不同的物理性质啊，肯定对应的是不同的物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天文学上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这就是哈勃望远镜啊，哈勃望远镜1970年，1990年4月24号发射。然后比如说，这是哈勃
哈勃拍了好多好多照片，你现在在网上找可以找到，这是我今天早上匆匆忙忙找了几张啊，没使劲找，就大家脑子里一想就能想到我们以前看到好多这样的照片，其实都是哈勃。这张比较特殊，就是说这张照片它不仅是它中间有一个变星，然后这个变星它突然在几天之内变得特别亮了以后，它把它周围的那个尘埃给照亮了，周围这些尘埃是被这个恒星的那个亮度给照亮了，所以拍出这就跟我们打光一样，就是但是这是恒星打光，所以这种尘埃的这种细节是我们以前没见过的啊，所以这是哈勃的一个照，当然这种照片哈勃拍了好多好多厉害的照片啊，这张哈勃在不同时间，就我们同一张照片，它这里面是搁了4个颜色，这里面不同的彩色，它在写啊，实际上是不同的颜色啊，对应的不同的颜色。这是那个蟹状星云啊，1054年当时天上突然冒出一个巨亮的星星啊，白天都能看见，恨不得就那星亮到那个晚上能被它晃出影子来似的那种啊，就是有一个巨亮的星星。当时我们中国人是老祖宗特别认真的把它给那个记录下来啊，记录的特别详细啊，所以这个是仙女座，不是 ，sorry 啊，这是叫蟹状星云啊，蟹状星云 M1。然后呢，它是在1999年哈勃拍了一下，然后到2024年又拍了一把啊，然后这里面它是4种颜色，蓝色、蓝那种叫什么浅蓝、绿和红色，对应的是不同的波长啊，不同的波长它给它搁在一起。当然，通过这种照片，当然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变化啊，然后对应波长，不同波长对应东西，就不多说了。这也是他拍的，这是红外波段的，其实啊拍的那个。就是天上你会发现有很多非常漂亮的这个星云星团啊什么，我看后面可能还有啊，这是尾部，刚才尾部望远镜拍的那个好像叫骷髅头星云吧，它是用它的2个不同波段啊，一个是它的中红外，一个是它近红外啊，一个是它近红外，当然因为尾部很厉害，它拍的这都是它这里面有一个标尺，对应的是0.5光年嘛，好像是。我现在看不太清，0.5光年啊，就是它那个小道是0.5，就是光走6个月的那个距离，然后光速1秒钟30万公里啊，1年走10万亿公里，差不多将近10万亿公里啊，所以这是5万亿，就是这么点儿啊。那这里面1、2、3、4，这里面怎么也得有6、3，对，这30-50万亿，整个这个尺度在空间尺度对应的。真的空间尺度不考虑距离的话，对应的是应该是一个10万亿，大概50万亿什么的啊，对应的肯定是一个不到50万亿，可能30万亿的这么一个空间尺度啊，这是一个好玩儿。这肯定跟中间那个恒星演化，这肯定大质量恒星到最后它演化完了以后，它肯定超音爆发什么的，炸完了以后炸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对，你看这张照片不太好看，我看看有没有那个，这也是哈勃拍的啊，这相互作用星系了，这应该是2个那个，这都很远的东西。对，像这种就是早期的南环星云，但这是尾部拍的，早年那个哈勃也拍过，南环星云传帆队，这应该是南半球的一个，就你会看到，就其实哈勃当年拍了好多类似这样漂亮的照片啊，但这种照片就是说你其实就可以看，刚才像这个其实也是啊，就是它就是其实这里还可以，这是2个星系啊，这其实是。对，这非常早，4000万年前2个星系撞上，这原来就是说我们银河系要跟那个仙女座的星系可能过40-50亿年，可能要撞啊。前一天有人说不撞，现在好像又有咱们国内一个谁算说还是要撞，不管它撞不撞，就是2个星系的并合啊，几千，这是4500万年前的事儿啊，这是地面望远镜拍的，有一个叫史蒂文5中星系，其实离我们3亿光年远。但这里其实是大概有4个是3亿光年，有一个还不在，跟它不在一个距离。就你看天上这，因为我们现在拍一张照片，大家注意，你可以想象啊，我们一起想，就往天上拿望远镜对着天上，随便拿对着天上一拍啊，拍出来这么一个东西。那这里面东西呢，就是说像星系离得都很远啊，恒星相对来讲比较近啊，可能。我们肉眼看到4光年40万亿，可能40万亿，大概几亿，我们望远镜里拍的那些星点儿，可能有可能到几亿公里啊。但你要如果是曝光时间特别长，就像哈勃拍的那个深场，我这次没拿那个图，哈勃深场一直拍到了当年拍到了130亿光年远。
的东西啊，就他拍到了，相当于哈勃拍一张照片，拍的是130亿年前的当时宇宙的一个局部啊，当时的那个样子，就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然后1亿光年是10万亿公里啊，他拍到了130亿光年的东西。那天文学你就这样，我们拍图里面挨得近的不一定他们俩很近啊，有一个可能是在跟前，有一个是在特别远的地方。这里面呢正好有4个星系是比较近的，离我们是3亿光年远啊，3亿光年远。然后呢，就是像这种照片呢，我其实想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是类似这样的，我其实这次遗憾了，应该再找，就还有好多，哈勃拍了好多比这个还要漂亮多的照片，这种照片就它其实很多时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你就是你很难想象，就天上有到处可以说到处都是这样的东西，因为哈勃拍的还是只是在它的望远镜的能力范围内，它的曝光时间范围内拍的，相对来讲还是这个，比如这才2000光年远啊。这个2000就是2万亿什么2万亿10万亿，这是2亿亿，这是2亿亿公里离我们，这还比较近的啊。其实就是假如说我们望远镜以后强悍了，能拍到像尾部啊，包括后面其他的一些望远镜，它拍的更强悍了，那以后这样的照片，那就是你可以认为天上到处都是这样的照片。那么其实我其实想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开始说我们拿相机拍地球上的人呐、什么的，你可以梳妆打扮，然后拍花花草草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不，这不是这样。就我们其实还是就是在那个相机拍照之前，其实我们比如我们还有艺术家还可以画画嘛。我多说几句艺术跟科学的那个关系和区别。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艺术家他画画也能画到比这个还要漂亮啊，你仍然有可能。但是呢，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说一个是艺术这个事儿本身到底哪个好看不好看啊，所谓的这个。这应该是美不美的这个问题，其实它是因人而异的啊。同一个东西可能，就是说有的人就会觉得特别好看啊，有的人就会觉得一般啊，或者不怎么样啊。包括有些艺术家刚开始像抽象派那些东西，刚开始可能大家都不理解嘛，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有人会觉得你这特好看，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好看不好看，这个美和不美，它其实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一个事儿。但是对我们天文学就是这种科学来讲啊，或者说我们说的科学可能是更强调，比如是类似天文学这样的啊，纯粹的自然科学啊，基础研究的这样的科学，就是说它真的跟我们真的看上去跟我们没关系啊，或者说这个东西肯定跟我们没关系啊，这我们知道，这2000光年的意味着它绝对不可能跟我们有任何关系啊，就是说，但是呢，但是当它跟人没关系以后，就说。你就像哈勃拍的所有照片，我认为你都会觉得好看，我认为，而且所有的人几乎所有很难有人认为这个东西不好看。为什么？就是说，它更强调的其实是一个客观性，我觉得就是它是真的啊，这是一个真的东西，真的东西就决定了它的这个好看不好看。这话可能不太对啊，但是呢，你这个包括你像刚才的这些东西，你很难说这个东西就像这样的东西，那你这东西如果当你不知道它是真的，我如果就把这么一个图扔在这儿，大家可能谁都不会看的，谁都不会管，因为现在你随便找 AI 瞎画，我就让它随机的乱画，都能画出来类似这样的东西，对吧？这也挺抽象的。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这是真的。当你想到这是真实存在的一个，谢状星云离我们大概是900多光年远啊，900多光年远，对。这是谢状星，对，它离我们900多，我们现在拍到的其实是900年前的一个样子。它最早的时候更早，1054年，再加900年，我想想这话说的，1054到现在是900年，1054，对，不是，我刚才说的不对，这个可能600多那个，大概700光年左右，它离我们距离是700光年左右，大概是这样啊。所以呢，当时它爆发的时候，之前它就是一个点，就是天上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恒星，就是一个亮点啊，就是一个亮点啊。但是因为它那个超新星爆发嘛，然后变成一个特别亮的东西，持续好几个月啊，就是特别长时间，我们都能够在地面上看到它啊，然后过了以后，慢慢的1年多什么，你就肉眼就看不见了，然后一直到现在，过了900多年以后，它现在膨胀成这样，它1秒钟大概膨胀这么1000公里啊什么的这样。啊，膨胀到现在我们看到它了，啊，所以就是这种照片和我们 AI 画的这些东西，或者人那个随机画的这些东西，其实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啊，它非常非常不一样，它更能，如果你非要
讨论就它对我们人的影响的话，我觉得就是它能打动我们的，其实不是因为它漂亮，是因为它的真实啊，是因为它的真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个科学跟艺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的啊，很大的区别的。其实你要让艺术家画，肯定画的比这还要好看，我相信。但是这个里面就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没想到的东西，但是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当然，虽然可能是一个特别早之前，所以你会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然后这个韦布更厉害，因为韦布现在比哈勃的效率要高。哈勃当年拍那个哈勃深场，就我说的那个130亿光年开外那张图，我没有放在这儿，他大概花了1个月的时间啊，他1个月时间就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对着这一个地儿，玩命的对着它，使劲的拍，就累积来自这个方向的光子啊，累积到1个月的时间以后，累积到特别暗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当时就是比我们肉眼能看到的最暗的东西大概还要暗1亿倍的那个。当时的一个情况，当时其实就是一张，就是还没这些东西，就是一张，看上面就是好的星点，然后上面有一些那个图，有一些小道道，有些小道道，那个就是什么星系之类的东西啊。但是你就能够，我通过现在天文观测，我对着一个地儿玩命的拍啊，让它在这个我的照相，相当于我的照相底片，现在不是照相底片了，变成 CCD 了，玩命的累积这个光子以后，我就能一直看到。当时它是对着天炉做一个很小，比月亮大概月亮环形山那么大的一个小地方。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如果我有足够多，因为韦布现在做这件事，大概我估计韦布大概就是1-2天的事儿啊，可能他要想达到这个深度的话啊，所以他能看得更深，他随着时间的累积，他能看得更深，也就是说他能看到更早的东西，更暗的东西啊，也是更早的东西。所以呢，就是然后当然你想，这只是一个地儿嘛，我可以冲着天上不同的地儿到处拍，对吧？那我冲着别的地儿往这的累积。假如说我们天文学家有足够多的时间，或者未来我们的望远镜越来越强悍的话啊，后面我会说到那个维拉鲁宾天文台，比如说啊，那实际上我们就能够一路看到宇宙的特别早。当然这些事儿其实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儿啊，这些都是已经完全发生过的事。这就是韦布拍的，你刚才这是哈勃拍的，你看这是韦布拍的啊，在红海波段拍的。然后你像这个，当然就是说，拍照它只是一个我们能记录某些东西的一个工具啊，就是并不是真的你看到的就和你真的不一样。比如这张照爱因斯坦是就这个你看到他拍到五个东西啊，但实际上我们通过那种严格的天文学的观测，比如我们就去看的每个星星它的那个亮度随着时间的这种随机的这种变化，你就知道，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对应的是一个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在离我们大概4亿光年远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在它的正后方，我从地球这个地方看过，或从银河系人看过去，它的正后方80亿光年远的地方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源啊，比如有一个类星体这样的东西，然后被它前头的这个4亿光年远的这个星系团似的一个大质量的天体，这个当它光线过来的时候，经过它这个大的引力场、强的引力场，让这个时间空间发生弯曲，所以它的那个本来是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过来以后，它的那个光线发生弯曲了以后，它其实不同的情况，最后它出来好几个像啊，所以这个当时叫爱因斯坦14。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能光看这么一张照片，实际上我需要通过这个就得需要持续的那个非常长时间的持续的拍了以后，然后你才能确认这件事儿啊，你才能知道这是来自同一个源的这个不同的东西啊，所以很多时候，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跟我们那个什么也并不完全一样啊。对，所以这也涉及到视频的问题。对，我这张图其实是想说视频，我看一下能不能给它动起来。好像，再动吧。对，这底下其实是一个，就是，这底下是个视频啊，我这找不着那个了，走。没事，它好像好像在动了没有？我这有微信。对，再动，这有一个东西，看这个，就是这点有一个。这是我们中国空间站，当年我去追那个空间站，跑到
跑到那个胡杨林博物馆，那个这是中国空间站，再往下走。实际上我这个照片这是拿相机拍的，这个拍呢我就是连续的，其实一张一张拍，然后所谓的延时摄影，我把这个拍了几百张照片，把它合成了以后，就是左边的这个图啊，左边这个图，右边其实就是做成了一个串起来，因为我们现在视频其实就是每秒钟30帧或者60帧或者多少帧的，它一张一张的那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张一张的竞争的照片给串起来，是吧？这是我们现在，所以这个摄影呢，摄影是另外一件事儿啊，我们叫这个但是呢，摄像它其实跟我们的照相其实也可以通过这种延时的方式给它结合起来，这就是这么一看就行。这也是当年我在青龙拍的双子流星雨，就是实际上你看这些道实际上都是流星了，当然这不是同一个时间，这其实不同时间的把这些，所以这也是做了一个叠加，做了一个就是照片的一个合成啊，不是叠加，当时让他们帮我。把拍到每一个流星给它叠加在一起，就会变成这样。现在大家看到的好多那个，因为我拍的这一般了，大家网上能看到好多特别漂亮的流星雨的照片，然后那些照片基本上也都是这么叠加出来的，就它有的时候需要叠加一下。啊，这是当时拍的那个什么，我看看，哎，啊，这拍那个这不看了。然后呢，就是这个照片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你看上去这可能就是拿我们爱好者的望远镜啊拍的，但是这个拍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很有名啊，它叫3i Atlas，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是我们发现的第3颗恒星际小天体，就是来自太阳系以外的，因为从2017年开始，我们现在发现了3个，就是以前我们发现的所有的小行星和彗星呢，都是绕着太阳转的，跟我们地球一样绕太阳转的，一直在绕太阳转的啊。但是呢，肯定我们知道，肯定还有来自太阳系，因为太阳系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啊，一个直径大概什么4光年左右的这么一个太阳这个恒星和它周围8个行星，还有绕它转的乱七八糟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这么一个体系啊。其他的恒星离我们最近的恒星4光年远，对吧？其他很多都这么远，1光年是10万亿公里。那么这个绕着太阳转的这个，现在我们开始发现，就是有来自太阳系以外的啊，来自我们银河系其他的地方的这个进来的东西。这其实拍的就是那个3i 是个彗星啊，1i 当时大家猜彗星，后来不是叫奥莫啊，那个开始还猜的可能外星人的飞船什么的，后来现在也跑了，那找不着了。所以这个呢，这个还行，这个中间其实就。当时我是拿那个什么还拍了，就拿那个非常小的望远镜，自动的也能拍到它，当然拍不出这么漂亮，这还能拍出它的这个彗尾反向彗尾，还有它后面彗尾像那个长了个尾巴是大的那个弥散的，这都是比较特殊的。那么像这种事儿也是，就是像这样的记录它不像别的，就是你看前面有的事儿是，就类似这样的照片呢。是你其实啥时候拍都行啊！你现在我想，如果拿尾部望远镜想拍一个这样的，它现在也能拍，因为对他来讲，它没有什么，它一直在那儿，对吧？我们地面拍呢会有问题，地面拍它受太阳影响，1年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不是1年你想啥时候拍。但是总而言之，你啥时候拍它都在这儿啊！这些东西，这都是你现在拍，你今天拍和明年拍这都没啥区别啊，这都一样。但是呢，也有一些东西呢，它其实就是那么一次性的啊。这个东西也没问题，你像这个空间站，就是你不是想拍就拍，想在这儿拍的，下次就不一样了。流星情况也会不一样啊，这是神舟发射的。你像这样的照片呢，其实就是它就这个当时可能有几个月的观测时间，这个还比较那个，但是有的你像奥莫莫当时来了，就只有2-3个月，然后我们发现它很怪，发现它轨道特别奇怪，什么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但是呢那会儿就没了，但是想找它找不着了，它已经跑没了，跑远了。那像这个呢还行啊，这个还行，所以这种记录也很重要，因为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就是刚才我说小行星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实际上仍然有别的例子，就是实际上有的时候我想拍这个东西的时候，实际上在我照片可能记录了一个别的东西，这个东西当时我没意识到，但是也可能我过了一阵儿以后，我突然意识到，哎，前面啊几年前我拍过那个地方。啊，那你再回去找，可能仍然能找到以前的一些跟现在能有联系的一些景象啊，所以这就是特别那个。看这个就是叫维拉鲁伊天，这个是我觉得目前下一代可能最厉害的一个望远镜啊。这个望远镜它在南半球已经开始要观测了啊，它在未来10年时间里会把天上可能每隔几天就把天上南天的
那个全天扫一遍啊，而且它到特别特别暗，它肯定是会超过这个，就是因为它一个是它望远镜口径的问题啊，口径是一个8米，大概8米级的，另外就是它的那个特别大的那个是探测器啊，探测器特别厉害，3.2G 个像素，对应的天上差不多9.6平方度，然后呢，这就是看它对天上，你看它就是细节，它这是右边是它10个小时啊，就发现了大概它拍到了大概4000多个小行星，其中2000多个都是新发现的，而且呢发现了10个，我记得是10个特殊的小行星，近地小行星发现了7个近地小行星，好像是，对，所以就是这个望远镜效率特别特别的高，就是它这个望远镜。我的直觉就是说，有了它以后，未来像那些小行星，包括有可能会撞我们的这些什么的，肯定是早的就会被它发现啊。它未来可能会，它现在好像，包括那个现在那个尾部望远镜现在都能够拍到小行星主带里面什么类似几十米的小行星都能拍到。它我觉得也会可能都会更厉害，它会在这些小行星几十米的小行星以后就发现一堆，所以未来的小行星不是几百万。未来小行星肯定几千万、几亿的那种小行星的数目啊，所以这是一个不光是小行星，因为它会看到各种各样奇怪的那种不同的这个好玩的东西啊，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天文现象，跟那个光学，当然它是光学波段，跟那个一些时间相关的啊，所有特殊的现象，所以未来当然除了它以外，因为我们如果从天文观测角度，我们还有别的各个波段都有很牛的望远镜，都会有很多的发现，我只是从那个探测器的角度，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未来实际上这样，就一方面是观测，就是首先你得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或者说这件事可能100亿年前发生，但是它传到我们地球，它以光速传要走100亿年，等它走到这个信号走到地球上的时候，我们得有人看，对吧？我们也得有人往天上看，我们得给它记录。第一，我们就给它要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其实对应的就是我要给它存下来。就未来的这些天文的这些，我觉得存储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啊。每年，包括我们后面，我们中国天文界下一个，当然还有清华那个 MASS 的，就是一个很强悍的 MASS 的，我估计那个存储量还没有那么大。那个，但是我们比如说那个就是中国空间站伴飞的那个中国巡天望远镜，它是一光学的啊，那个望远镜一个2米的镜子，这个望远镜的数据量就会特别的大。就未来你会发现我们首先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存起来，存在那儿啊，而不是那个分析完了就扔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我需要给它那个从这里面去分析啊，去发现各种各样新的天体啊，各种各样新的天文现象啊，这是一个那个对。然后就是对，这正好收个尾，这个图我觉得就特别好，正好，所以我就愿意拿它这就是我们清华的那个，后面他们可能还要有人再介绍一下啊，我们清华的那个，在做的一个口径6.5米的啊，这对我们中国天文界来讲是一个非常凶悍的一个东西，要放在冷湖，然后叫 MASS 的，而且可能马上这几年就要能建好了，所以也特别期待。这个其实就我刚才说的，它肯定也是一个相机啊 ，CCD 可能 N 个相机，或者是拼出来一个巨大的相机，但是它记录的是它的光谱信息啊，记录光谱信息，这是我们现在中国天文界最缺的啊，最缺的一个能力，所以也特别期待这个能够很快的能够做好。这个一定会带来特别多的重要的发现啊！这是毫无疑问。冷湖那个地方也特别好。原来那个我们那郭守敬望远镜当年其实就是想做星系，后来因为兴隆那个地方不够好，但是反而让我们把银河系的那个做好的。现在全世界所有望远镜拍的光谱，除了它以外，加起来啊，那几十年的都没它这么几年的那个拍的光谱数据多。已经发表了，它已经正式公布了大概2000万还是更多的这个光谱数据了。当然主要是恒星，所以这样的话。郭守敬望远镜就使得我们对于银河系的了解比以前有了特别多的那个深入啊。然后这个像类似 MASS 的这样的设备，肯定会有助于我们，它应该是研究更宇宙学尺度上的啊那个了解啊。所以这就这样。然后我想想啊，还有什么？对，然后就这2天，其实大家也关注到了那个美国现在又公布了一些那个。公布了一些那个就是 UFO 的那个照片啊，现在叫 UAP 是这样，就不明空中现象。这个其实也是，你就从这里面就能看到，因为我自己以前在 UFO 研究会一直是北京 UFO 研究会啊，一直在，那就是我们也其实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好玩的照片啊。这个照片当然跟我们天文观测
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当年我在施密特观测那么长时间，都没遇到过什么太奇怪的能跟外星人有关的事啊。唯一有一张照片有点怪，后来想半天，我们觉得可能就是萤火虫啊，在特别远的地方被我们望远镜拍着了。但是呢，就是你从这个就是美国这个公布的这些解密啊，刚刚解密的这些 UAP 的照片，其实它也会给你很多的那个，有些照片，有些视频，然后照片里面也有东西在飞啊什么的，还有以前的好多的目击的报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但是现在你就会发现，就是我们目前站在这个角度和30年前其实就很不一样。我们现在收到的目击报告很多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有更方便的，很多时候亮的东西，我掏着手机就能拍，对吧？可以录视频、拍照片。一旦有了这些视频或者照片，对于我们分析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跟外星人有没有联系，其实它是有，它往往就是有决定性的那个结论。我自己遇到很多案例，开始大家都觉得可能这事儿我解释不了，其实后来你只要把照片拿过来，把视频拿过来，其实你仔细琢磨，时间长了，或者你做一个实验，其实你都能够解释。我觉得还是都能够解释啊，不用非得去跟外星人联系上啊。虽然我们天文界其实也有几个好玩的事儿啊，就这样。那个不好意思，那个稍微本来想跟大家多聊聊啊，没事儿，反正应该还有时间，然后我们可以大家看看有什么那个愿意交流的，我们可以聊聊。但是我自己当然主要可能还是对天文观测更了解啊。好，谢谢大家。特别感谢朱继教授给我们做的精彩报告我们跟着朱老师一起了解了摄影技术在天文观测领域的应用以及最新的技术发展。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展览呢讲的是摄影术出现以后前100年的古典摄影时代，那么朱老师呢就给我们补充了最近的一些技术进展，特别感谢，还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美丽的、神奇的天文摄影照片，那么今天呢来到现场的也有很多天文爱好者、专家还有摄影爱好者，刚才朱老师也提到。清华的 MAST 巡天望远镜，那么正好呢，今天我们清华大学天文系的一位老师史静思老师也来到我们现场。史老师呢，他是科普教育主管，有仰观星语城市观星入门手册，他也是上海天文馆新馆的建设单位顾问，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科普主管。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史老师给我们做个简短的分享特别是针对那个朱老师刚才讲到的或者没讲到的一些大家可能有兴趣的内容。好，好的，谢谢。这个批不会先。然后史老师讲完以后，咱们现场观众互动交流。这个好的，谢谢。好各位嘉宾啊，现场的这个老师们，大家好。那我呢是来自清华大学天文系的 MAST 项目组的团队的成员哈，我们是来自这个 MAST 这个项目的。然后我叫史静思，来介绍一下关于刚才朱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比较古典一点的这个天文摄影的和近现代的天文摄影的一些内容，然后也以 MAST 为一个例子来介绍一下现在的科学是怎么做的。好，这就是一个过渡的图片哈，就是大家很多人以为说天文学家观测是不是坐在望远镜后边那眼睛瞅着望远镜呢？实际上现在天文学已经不这么干了，更像右面这张图，这就是刚才朱老师也提到的维拉鲁宾天文台的这台望远镜，它后面都是这种这个拼接起来的这个应该叫感光元件，电子感光元件，也就是我们说相机底片的那个，就是相机里边的那个部分，它是这样的一个大的相机底片，相当于是，对，现在已经走向了用相机记录的这样的时代。那以 MAST 来举例的话，这些
他们是怎么来去做科学的呢？好，我们先介绍一下 MAS 望远镜啊，它呢其实中国的这个中文语境下的名字叫宽视场巡天望远镜啊，是由清华大学主导的一个大型科研设备。那它的主要的科学目标呢是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的本质，然后呢以及研究宇宙结构和演化。它主要的这个工作方法呢，其实是一个光谱巡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方法。什么叫光谱？我们会用几张图来比较具象的展示。大家应该都知道，说这个牛顿用三棱镜对光做了分光，这个光就变成了一个七彩的彩带了。对，后来有人在牛顿的这个发现的基础之上，又做了进一步的发现。他发现不仅是这个阳光变成了七色的彩带，你还有一些这个里面还有一些细节的结构，就是这些纵向的这个黑色的线，我们叫吸收线。是的，太阳光也是有这样的细节特征其他的天体，这几个都是我实拍到的这些天体的光谱。你可以看到它的底纹都是这种红橙黄绿青蓝紫的一个彩带，然后呢，在上面是有纵向的这个我们叫做吸收线。那有一些吸收线是所有天体都有，是吧？我们就看一个特别中间的那个橙色底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很黑的、很宽的那个线，就大家都有这个元素。那有的地方呢就比较有特殊了，有差异性，比如说这块就这个天体，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明显的吸收线，而其他的天体在这个地方没有吸收线，就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些吸收线它本质上是天体的独特的指纹，每一个天体的吸收线就没有，或者说每个天体的光谱跟别的天体不会重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独特的指纹是能够判断这到底是哪一个天体，或者说它拥有什么样的性质不同的这个吸收线的所在的位置都代表它拥有不同的元素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人做体检，说那个是缺钙了还是缺钾了，我们得抽个血。但是天文学家给星星做体检，用望远镜瞅一瞅就知道它有什么元素了，含量是多少。这个是光谱的第一大作用。光谱的第二个作用呢，其实它是一个宇宙的标尺。包括100年前哈勃发现宇宙是在膨胀的，也是通过观测到了远处的这些天体的光谱它们都有同样的这种红移的性质然后就发现就是在这个就是所以推断这个宇宙应该是在膨胀的。也就是说，这个膨胀过程当中光它也是一种波就跟声波一样。我们听到一个车从我面前驶过来，又在移动走，这个时候它的音频是发生变化的，对吧？然后先高频一下，再低频一下。好，光也会有这样的特性，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天体的光谱记录下来，我就可以知道天体的运动特征。运动特征包括什么呢？它是怎么自转的？它是怎么公转的？它现在跑哪去了？它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还是离越来越远了？所以，那么刚才的这2条信息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通过光谱的方法知道天上的目标它是包含什么元素，它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和它的运动状态那么这个就是天文学家非常在乎的天体性质，所以光谱的研究是现代天文学很重要的一个数据来源和研究的领域，或者说我们一种研究的方法。那我举2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天体它的名字叫 NGC 5907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星系。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在星系周围还有这种环绕着的物质，对，这个就是它的星流这些星流呢环绕它的运动。但是这个星流它其实反映的是什么信息呢？在宇宙当中小朋友应该特别喜欢的一个词儿叫暗物质这也是现代天文学特别热点的一个研究的领域两岸一黑三起源。这个暗物质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宇宙中存在的真实存在的一个看不见的手，一种看不见的力，它支配着宇宙中的这些物质的运动。所以我们怎么去研究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呢？天文学家很聪明，想到一个办法，我去研究那些看得见的东西。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它受到这个看不见的力的支配，那我们就可以反推出，比如说我发现这个所有的物体都往这儿跑，那我就知道这个看不见的力对它施下了一个这样的作用。那我怎么知道它在往哪儿跑呢？就用到刚才说的光谱的方法。所以天文学家或者说我们 MAS 的团队主要做的工作是，我们要去研究那些看得见的物质它的运动的特征，通过观测看得见的物质的光谱来反推出那个看不见的力，也就是暗物质到底是怎么作用的，它的怎么分布的。这个是一个例子。我们再举另一个例子。好，这个也是这个画面上每个亮点几乎都是一个星系一个像银河系那样大的星系。
那这个天体的或者说这片区域哈，我们叫Abell 370的这个编号，这是它的名字。那这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这个天体看起来有点奇怪啊。你们看左上面有2道圆弧，右下面有1道圆弧，还有有2道圆弧。它其实是一个像我们就说叫引力透镜，它实际上是我们和这个背景的这些星系之间啊，就我们中间有一个特别强大的一种力，但是呢，这个力呢就以一种透镜的形式把背后的光给弯曲了。好，那么这个力呢，也是刚才说的这种暗物质啊。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这个星系，它其实都是有比它本身质量要更大得多的这种看不见的东西，暗物质。对，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就目前的研究表明，它们才是决定着现在宇宙是怎么发展的、怎么演化的重要的力量啊。那么再看下一张图，这张图是什么呢？这是更宏观的，我们叫宇宙网。上面的这个像蛛丝网的东西啊，它其实就是我们推测的这个，或者是说由暗物质构成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暗物质是看不见的，那我们现在上面星星点点的像珠串一样的是什么呢？它其实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可见物质，也就是说可见物质受到暗物质的这个支配，形成了这样的结构网络。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可见物质，但它的这个所有的支配都是受到暗物质的，就是它的分布都是受到暗物质的支配。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使命呢，就是要重点研究暗物质，研究它是怎么决定的宇宙的结构和演化的。那 MAST 会怎么研究呢？我们刚才朱老师有介绍哈，我们的单口径呢是6.5米的，是一个大的口径的望远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更深的宇宙，或者说宇宙刚诞生没多久的这个时期的宇宙，以及我们后面会有2万根光纤，也就每一根光纤都可以跟踪一个天体，所以我们可以同时看2万个目标啊，所以我们综合下来是一个高效率的光谱巡天的设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光谱巡天的望远镜。好，那么 MAST 要建在哪呢？就是要建在青海的陇湖赛日腾山。海拔4358米，这个是我们在赛日腾山之前拍到的一个影像。这个望远镜还不是我的 MAST 哈，我们 MAST 是在另一个位置，但是都是这片区域，这是青海陇湖赛日腾山上。那我们现在这个进展呢，就是原型机已经在赛日腾山的 A 点正在做这个调试测试的工作了。那望远镜的开光呢，是大概会在2030年望远镜开光。对。那为什么要跑到青海这么老远的地方修建望远镜？对，这个是因为大家现在可以看哈，这个中国的一个地图的结构是很明显的。那这个地图呢是天文上特别在乎的，叫光污染地图。这里面那种黄的呀和红的那些明亮的亮斑，就代表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特别繁华，也以至于它的夜空就特别的明亮。结果就是天文学家无法在这里获得高质量的天文的数据。所以最好的呢，就要去这个中国的西部才是一个更高质量的地方。比如说左边这张图就是冷湖的这个暗夜的区域，它几乎在没有什么多的这个光点了。但是右边我们看北京地区，那个光呀，这个其实我们是每个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淹没在城市的光害当中，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是这样的所以在冷湖呢就很干净，所以它的夜空也会很漂亮。这是我们之前我们同事在冷湖拍摄到的星空。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望远镜放到冷湖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项目的进展。右面的图片是我们的原型机，原型机是一个65厘米口径的稍小一些的设备，我们用它来做一些技术的验证。那么这个项目呢，也获得了科技部、教育部、清华大学，还有以及多位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比如说马化腾先生的这个基金会对我们这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捐赠。对，然后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小尝试。我们有一个概念哈，叫 MAST 生日星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2维码，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扫这个码，然后它会弹出一个月和日，大家可以选自己的生日，之后会弹出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就是您出生那天闪耀中天的天体，这个天体也是 MAST 特别重点的研究的对象。那么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查看更多，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天体跟 MAST 它的这个连接点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天体。对，所以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小互动呢，可以将
Mars 与我们和星空联系在一起。可以尝试一下。好，这就是我的小分享了。好，谢谢各位老师。谢谢池老师，关于清华 Mast 的分享，也让我们又学到很多知识啊。预祝 Mast 2030年顺利开光。那我们喂喂，123，321，可以吗？嗯。